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冯特报，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共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今天影片一开始，先帮各位更新一件我们先前聊过的国际新闻后续，那就是2个月前，川普跟泽伦斯基公开吵架给大家看之后，本来当时双方讲好要签署的矿产协议就搁置了。那次不欢而散之后，川普也对媒体表示说，等泽伦斯基准备好迎接和平时再回来谈。那这部分之前我也在节目中说过，我认为这矿产协议最终一定会签，因为乌克兰需要美国的帮助，不管是从乌俄战争开打前美国提供情报来看，或是等到开打后美国实际提供援助，而且美国至今都还是提供乌克兰最多援助的国家，乌克兰是不可能不签的，只是看怎么签，因为是你乌克兰有求于人嘛。而这个矿产协议如果签下去，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另一种保障，一段长久且健康的关系双方一定是互利的。签下去也是在告诉俄罗斯美乌的利益绑在一起了，所以川普当时底气才那么足。两边本来就不同国家，一直要对方免费帮，时间久了也不是办法，一直花美国人民的纳税钱，这对美国人民也没办法交代。而且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川普跟泽伦斯基吵架时，欧盟的反应是什么？是在那当下他们才真的意识到，万一美国真的不帮，等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成功的话，下一个就是换他们面对俄国了。美国一直说欧盟要多出一点力，但欧盟过去3年来都没有。等到川普上来真的搞这一出了，欧盟才开始有危机意识。所以那次欧盟大动作跳出来说要力挺乌克兰，全力支持。结果2个月过去到底有什么实际帮助？我想这部分也不用我多说了，因为大家看泽伦斯基的反应就能明白，他搞懂了没有美国和欧盟开再多会议也是枉然，而且欧盟跟乌克兰开会的同时，另一边又在跟俄罗斯买天然气，变相帮俄罗斯续命，这仗哪打得完啊？欧盟有些政客嘴上的确是很挺，法国马克宏也一直喊说要支持，但就是停在嘴上支持，有帮但不多，终究没有美国帮的那么多。最终一个契机，美乌双方借由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丧礼上，双方领导人有碰面，直接在角落拉个椅子坐下来好好谈完。后续2国对于此矿产协议也就顺利签好了。顺带一提，当时川普跟泽伦斯基在丧礼上碰面要谈的时候现场本来是准备3张椅子的分别有川普、泽伦斯基、马克宏，但后续真的不知道川普说了什么，法国总统就没有留在现场了。刚刚这段流出的新闻画面拍摄当下没有收音，所以也不确定3人讲了什么。不过网络上有唇语解读专家就分析说，川普是对马克宏说你不应该来这里，川普告诉马克宏你不应该来参加泽伦斯基的会晤，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你不应该来这里。泽伦斯基在旁边点头。那我看到这段小插曲，觉得也蛮有意思的，给各位参考。而2国签署完矿产协议后，美国财政部长史考特·贝森特也在 Twitter 发文表示，这项协议是相当有历史意义的。那我翻译了一段他谈话的内容，带各位一起看一下。Thanks to President Trump's tireless efforts to secure a lasting peace, I am glad to announce the signing of today's histor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kraine, establishing the United States-Ukraine Reconstruction Investment Fund. This partnership allows the United States to invest alongside Ukraine to unlock Ukraine's growth assets, mobilize American talent, capital, and governance standards that will improve Ukraine's investment climate and accelerate Ukraine's economic recovery. The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will participate and help to establish this fun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Ukraine. Today's agreement signals clearly to Russian leadership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a peace process centered on a free, sovereign, and prosperous Ukraine over the long term. It's time for this cruel and senseless war to end. The killing must stop, and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Ukraine look forward to quickly operationalizing this historic economic partnership for both the Ukrainian and American people. 这段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甚至还直接点名提醒俄罗斯，美国公司进去投资乌克兰这已经不同于之前的援助了，而是要合资，是告诉其他国家说乌克兰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也不是短期的，是要创造长期共赢。这协议签完也等同是让美国从在旁助权变成准参与者，可以视为乌克兰正式进入美国的保护伞。日后美国进驻投资开公司，当美国公民在乌克兰被俄罗斯攻击
出事时，俄罗斯还会没事吗？我不这么认为，不然美国财政部长就不会特意讲这段话了。等同是丑话说在前，你俄罗斯再不停战，还要继续打，那后面美军真要下场时，美国也有出兵的理由了。能说是要保护美国资产而驻军都有可能。但依照我的经验，说到这边啊，可能还是会有些小粉红想要找地方骂，可能说美国这是趁火打劫之类的。可是各位如果实际看完这份协议的内容，就知道美国非常大方。协议里面明确写着，所有权、控制权、采矿权都归乌克兰，所以不存在乌克兰卖地或被买走矿权的疑虑，甚至在哪里开采、要开采什么，还都由乌克兰决定，面子全留给泽伦斯基。而这点对乌克兰的国民与宪政架构来说，也是一大安抚。白话来说，乌克兰只出地，美国出其他一切。乌克兰可以收获利润和大量的工作机会，说是坐等收益都不为过。而且如果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美国也会尊重乌克兰作为欧盟成员国的义务，可以修改协议。这类似1948年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只是多了一个采矿如果有赚钱，美国可以分红的区别。这大不大方？相信各位自己也会看。看到这协议内容，如果还有人要说美国不够诚意、趁火打劫之类的，那他真的是胡扯。这协议带来最大的意义，就是缔造和平以及重建乌克兰的约定，所以利益跟美国绑在一起是很好的。如同前阵子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的事情，台湾网络上也是有一些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他真的看不懂，就在那边乱喊，说台积电卖给美国了。有那种想法的，可怜呐，悲哀呀！有大脑却不用来思考，浪费。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消息的后续发展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那今天影片后半段，我想来聊一下上周六蓝白举行的426战独裁活动。总统对他发动大半免的不当。光他们能上街狂喊反绿共这件事，就已经是在向台湾人民展示台湾政府没有独裁了。但没想到活动后发生了令人暖心的小插曲，让绿共这个词在网络上瞬间减少了。事前蓝白拼命喊绿共，连中国网军都跟着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多次发文使用这个词，但他们不知道用这个词的同时啊，本身也存在着暗批中国共产党不好，所以你才会用共这个词来组合出所谓的绿共嘛。虽然使用这词的蓝白支持者跟网军，他们是想骂民进党，但他们同时也骂到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好笑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就是中天新闻在墙内微博发文，转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反绿共言论，批评台湾政府的发言说，现在人民的怒火已经在全台各个角落展现，如果这位独裁者再不好好反省检讨，最后一定会被人民推翻赶下台。因为这篇文提到了独裁者，又因为使用了绿共一词而间接骂到了中共，触动了中共的言论审查机制。过没多久，这篇就被系统删除了，这结果也等于再次告诉了台湾民众，真正独裁的是中共。后来中国时报看情况不对啊，怕背后老板生气，才赶紧出一篇社评说，反绿共是逻辑错乱。有固定在看波老师影片的观众朋友，应该也看过不少我回呛小粉时啊，有些小粉都会在那边讲绿共，但这篇中国时报的社评出现后，各位这词现在要看到啊，变得不太容易了，因为中共不喜欢，网军就不用了。当然不是说完全消失啊，现在还是有一些真人小草会使用，但跟过去比起来少很多了啊。不过也没关系，因为各位如果之后看到小草在用这个词，你就贴中国时报那篇给他，说他是逻辑错乱。蓝白举办这场426战独裁最大的成功，就是他们再次验证了可以在民主国家骂民主，但你不能在独裁国家骂独裁。暖心。也顺带一提啊，426活动都结束后啊，脆上突然出现一堆网军假账号发文，想要营造很多人会去426游行的假象，发文文案啊排版方式也全都一样。是说这间网军公司也是蛮两光的活动都结束过2天了才发文，然后还被我抓到有假账号照片重复发的。像这个假账号，大家注意看，张兆5047，他盗图发文之后，另一个假账号0155却用到了上一个假账号发过的照片。这些网军留言啊，像是义和团复刻，既原始又愚蠢，连语气都带着愤慰的怀旧感。臭！也提醒各位，台湾是全亚洲被假资讯攻击排名第1的国家。现在很多这种假账号是故意发争议文章来让真人留言争吵的，除了会故意制造分歧之外，也是会想要特定带风向来洗地。而你留言回什么，假账号另一头的人也根本不在意，甚至给你留言的都还有可能是电脑。现在有程式可以设定，会自动运作了。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大量重复的贴文，或是非常相似的文案，那87%都是网军公司在操作，建议就直接封锁，不要给流量。另外，现在台湾的大罢免活动还在持续中，各地都陆续传出捷报有达标，但这
事情还没结束哦，要等到真正罢免的那些中共代理人，清除掉那些亲共立委，才算告一个段落。大罢免进行若顺利的话，就能削弱中共在台湾的影响力。所以现在连中共党媒《中国青年报》也开始骂台湾的大罢免活动了，还专门写文章说大罢免对台湾不好。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看见中共党媒都这么说了，那就代表这次的大罢免活动对台湾绝对是好事啊！中共国是台湾的敌国，敌人不喜欢的，继续做就对了。那今天影片最后带各位来看几则我频道上的送头留言。我是大陆人，虽然我很反对你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但是很感谢你让很多看过你视频的大陆人醒悟过来，希望你的视频能让更多大陆人觉醒。有看到我的影片又成功唤醒了一位小粉红，欣慰感动。但你还没完全醒来啊！我现在尊重你，因为你已经半醒了，所以我改称呼你是中国网友啊！我要提醒你啊，你会反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因为你脑中有大一统思想，而这个思想啊，是中共在你脑中留下的遗毒。这个等你真正接受了中共从来没有一天在台湾执政过，台湾人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而不是由中国人决定。这不是在呛你，这是在告诉你墙外世界的真相。你小学读的课本写什么宝岛台湾，那是中共在洗脑你，让你以为台湾是中共国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就不是。就像今天你已经半醒了，中共说自己能代表中国人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现在听这个也不会接受，是一样意思，因为你这部分搞清楚了，醒悟了。反之，台湾的问题也是一样意思，你要搞清楚。但还是恭喜你，也希望我种下的民主种子能继续在你心中茁壮发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贱人。好哦，那我想你已经成功了，贱人。说个笑话，川普也说要独裁，那请问你现在选的是中共还是美共？川普最多就是爱讲干话，但中共是直接开坦克碾人，这有需要选吗？美国会逼着台湾说你是美国人吗？我是不清楚川普有没有真的那样说要独裁啊，搞不好你有曲解他的原话。但即使川普有说过一些我想当独裁者的玩笑话或夸张言论，美国的制度依然是健全的民主制，他说了不等于他能做，而中共才是实质独裁，结构上无法制衡。美国是民主制度，有选举，有反对派，有媒体监督，美国总统可以被骂、被弹劾、被罢免。中共呢？你连上街举白纸都会被消失，这是怎么比啦？还美共欸，这什么没逻辑的词啊？就喜欢看小蛙急的样子，不要一边照镜子一边给我留言好吗？真的住在井里的是你啊！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来我这边留言都还得先翻墙？波特王，你嘴里讲反共，实际是亲共卖台啊！我要先确定一件事哦，你有没有认错人？你是不是把比特王跟波特王搞混了？不然我怎样亲共卖台了？我在国会里面推亲中法案吗？还是我有做节目帮中共造谣洗地？到底有没有在看我节目啦？我只是在讲中共做过的破事，并且提醒台湾人不要被认知作战，这样叫卖台？我换个方式问啊，卖台的意思就是你说有从中得到好处或钱之类的嘛？那你看我这样讲中共做的破事，先前提早爆料中共统战团安排破坏中共计划，如果我这样做还能收到中共给的红钱，那太棒了吧？真有这种好康，我还不照三餐出片啊？如果你真觉得这样能赚，赶快一起加入啊！一起迈向鲁共自由，共归改。波涛是这角色梗也是这样来的。波涛是欢迎你踏上鲁共的道路，你可以当俊勇老师，一起来推广鲁共。我比较想知道波特王收了民进党多少补助？为什么反共就等于收了民进党的补助呢？你说这话背后的意思，不就是在说蓝白两党不反共吗？照你这破逻辑，怎么不去问问其他不反共或舔共的网红，是不是收了蓝白的钱？反共是因为我的认同是台湾人，我反共也不是为了民进党，是因为我不想中共渗透成功，所以呼吁大家反共。啊，你没办法针对我影片讲的内容来讨论，就只能在那边扯别的，还收钱嘞？收在哪啊？我连上台北参加凯道宣讲大罢免都自掏腰包，那是人民自愿站出来的呢。你如果有证据我有收的话，我支持你赶紧爆料媒体啊。如果你拿不出证据，那是不是其实你才是有收钱的？不然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就收习惯了嘛，才会看到跟你意见不同的人就觉得对方有收嘛。标记一个台独死刑犯，被说台独，光宗耀祖。小粉的特色啊，就是自己活得像牢犯，却还急着帮别人判死刑。台独还没死，但中共我看快了，来比气长吧。是说你要标记我，就代表你会把我放在心上。虽然我是完全不在意你，但小粉你对我而言啊，就是来送头的笑话。现实中我在台湾过得好好的，而你在墙内边996边幻想武统，月薪3000的你，平时休息时间也够少了，还顶着不知哪天会被活摘零件的风险。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小粉都还特别愿意花时间来给我留言，来关注我的近况。你这不叫标记，你这是暗恋，真是的。
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 YouTube 会员支持这个单元。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